川普上任，现在最开心的人就是普丁了。川普会是俄罗斯的救世主吗？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川普 2.0 即将开始了，而现在最期待的人是谁呢？普丁先生。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现在俄罗斯啊，经济上面临到了很大的难题。你会说我讲错了，人家普丁说没有，我们经济好得很，他是嘴硬不能说。那今天我们就从数字带您来看看俄罗斯面临到了什么样的难题，而川普来了，会是普丁的救世主吗？光环。好，我们先来看啊，这个川普这回呢，他会办一个非常盛大的就职典礼。那这个就职典礼呢，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这么有意思。我国家我总统啊，当这个总统，然后我要办一个就职典礼，不好意思哦，大家捐钱来办。所以呢，来看川普他募款能力一流，大家都想捧着他，感觉他很好捧，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就职典礼呢，将会花将近2亿美元办一场美国史上最盛大、造价最昂贵的就职典礼，有舞会、各式各样的餐会，甚至还放烟火呢。好，那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将近2亿造价哦，人家还是帮他算哦，打计算机哦，平均1分钟就会花掉3.7万美元，核心台币大约100万、120万左右。那他就说，这样叫很多吗？奥巴马当年呢，他在办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1分钟呢，就没花那么多，大概呢，川普是他的4倍左右哦。好，所以你就说，哎呀，这么多钱，到底谁捐的啊？谁想讨好川普，谁就捐。好，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哦。这一次呢，大家捐最多的是谁呢？记录在案的微软。微软呢，总共捐出了100万美元哦。那这个上一次川普在第一届的时候，微软也有捐钱哦，捐了50万美元。那这一次 double 了，多捐点，是不是要多讨好一点呢？不晓得。但其实很多科技大佬啊，这个感觉很像大家都得要捐，你知道那种恐怖平衡，你捐我不捐，我是不是完蛋哦？川普就会说，你有你没有，我以后怎么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好，所以呢，你看像微软捐了，然后包括像 Amazon、像 Meta， 然后像是 OpenAI 啊，一些大的科技产业，大家都捐钱。所以呢，你捐我也捐，大家都很担心我没捐，到时候川普给我秋后算账，所以每个人都捐了一大堆。所以呢，说不定啊，这个烟火放完了之后还有剩的放到川普口袋，不知道。好，无论如何啊，川普 2.0 又要开始了。于是呢，我们刚刚就提到了，最期待他回来的应该是普丁，因为呢，普丁心里头没有说的话，应该是这仗不要打了吧，不要打，可以怎么样不要打，然后又让我非常有面子，然后又让我在我的人民面前觉得我是一个硬汉呢，这应该是现在普丁心里头最想要办到的。那川普有没有可能帮他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一直讲简单。当选之后24小时，我一通电话搞定俄乌大战。好，但现在真的当选了啊，马上改口哦。我们来看啊，他派了一个叫做俄乌战争的和平特使。这个和平特使说呢，这24小时有点不实际哦。他预估100天之内可以让俄乌两国呢非常满意的条件底下呢，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哦。那甚至呢，他也讲啊，这个普丁呢现在已经释出了善意，希望可以跟川普见一面啊。他说川普呢正式的就任之后呢，也会赶快来安排跟普丁来见面，看可不可以弹出一朵花，赶快让这场仗不要再打了。好，那你说，你讲24小时，怎么现在变100天？什么意思啊？说话不算话。原因是啊，据说呢，现在这个川普就说，那就搞定啊，我打一通电话，这样为什么不行？他的幕僚就拉住他说，不行，因为呢，你一上任马上就结束这场战争的话，那你在历史上到时候就会跟拜登一样，匆促的从阿富汗撤军，然后留下一个臭名，大家说那叫灾难式的撤军。那万一你24小时内打个电话跟普丁来就讲几句话搞定的话，到时候呢，历史写你一笔，仓促的害得人家结束这场战争，害得乌克兰割地赔款的话，不行，那你也历史留臭名。哇，这个川普什么人啊？他最想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当然不行啊。你讲的很有道理。
好，那就100天。于是现在就100天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上任之后100天到底会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好，那现在川普回来了，大家怎么看呢？你看普丁期待他嘛，对吧？那有些地方看到他就是什么捏把冷汗啊，冷汗直流，他们心里头有那种恐惧，那叫什么？很恐怖，就是很害怕，然后有一种曾经被害过的那种被害人的感觉哦。好，谁呢？欧盟。北约。好，我们带您看到这个2月3号呢，这个欧盟啊，然后召集北约的一些各国领导人，他们要聚在一起开一场取暖大会，大家要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呢，一定要坐下来，有一种3天3夜要好好讨论出一个结论的一个会议。什么会议？欧洲的北约的防务会议。因为呢，这川普回来你也知道嘛，他一定又叫北约，你给我付钱，你要我美国美军保护你，保护费拿来，你拿来了，然后还嫌你不够多，所以呢，现在大家坐下来说好，正视这个问题，难保像川普这样的总统以后不会出现。好，而且呢，川普接下来这4年我们就要好好面对，所以呢，他们要坐下来好好想想说，那到底呢，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让我们的防务自己防御自己的问题，所以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你到底可以出多少？你可以出多少啊？我们拿到多少钱？总共去跟川普谈判一下，好不好？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欧洲呢，他们做了一份调查，这个调查呢是英国的牛津大学，还有欧洲的智库，他们联合做的一个针对了24个国家，然后有2万多人调查他们对于川普回来的想法。结果呢，这24个国家当中，结局很有趣哦。印度是很期待他回来，期待川普回来。中国呢，也没有说非常负面哦，反倒是最负面、最忧虑，觉得这世界天要塌下来的是欧洲人。欧洲好几个国家都觉得川普回来，他们惨了，欧洲完蛋，这个前景啊一片黑暗哦。好，所以呢，你看他们对于这个川普回来的忧虑哦，你就非常好，充分的落实在他们领导人的动作上，就是大家手牵手心连心，赶快想一想我要怎么样面对川普接下来又要跟我们要钱。好，这是欧洲的状况。但是呢，我们来看俄罗斯呢，为什么现在急着希望赶快让战争落幕，希望川普赶快来跟他谈出一个新的条件？那是因为啊，我们带您看拜登总统啊，他临去秋波啊，在他临走前啊，不是说再见哈，就是他卸任前，然后呢，他又再度加大力道制裁俄罗斯了。之前制裁俄罗斯呢，他给俄罗斯说要锁住他经济命脉嘛。那于是呢，你要卖油，这是你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我就给你定一个上限，你不能卖太贵。那于是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你这样子有这样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呢，他当然有他的办法，他有非常大量的这些运油船。那这些运油船呢，它不是登记在俄罗斯的，它各个其他的国家，然后第三方各种间接来的那个转来转去的，然后这一大批的这个运油的船只呢，现在被这些西方国家说那叫做影子舰队。好，这个影子舰队专门在干嘛？负责帮俄罗斯运油往外卖。好，这些你既然是没有办法知道这是我俄罗斯的油，那我当然继续来往往在卖油咯。所以呢，现在美国说不行，我要继续加大制裁。所以呢，有180艘这样的运油船只全部一个一个被揪出来，然后制裁他们。所以呢，现在呢，这条路此路不通，又被封上了一条路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运油的船只通通又被制裁了。另外还有2家都是俄罗斯很主要的石油公司也被制裁了。于是乎你就看到了，这下好了，这个俄罗斯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就是卖油，现在又被堵上了。俄罗斯接下来真的麻烦大。那你就好奇了，奇怪了，俄罗斯你赚多少钱，你还有没有继续在卖油？美国怎么知道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普丁自己搞的。为什么？普丁为了自己的面子，他每年呢在岁末年终的时候，他都会开一场记者会。这记者会呢就吹嘘他的政绩，然后呢你就看到在2024年他吹嘘他什么政绩呢？他说我虽然打了这场战争，但是呢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依旧前途非常的璀璨。你看我们赚多少钱？我们只有在开战的第1年 GDP 变成了负的，但是随即翻正。我现在还可以经济成长，我还可以经济持续的往前。然后你看到我们赚的钱这么多，然后呢，这普丁真的是脑子也进水，他就拉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赚这么多钱，赚这么钱。
于是乎呢，美国怎么样呢？就把它定格，因为那普丁你知道他有现场直播嘛，把它定格，把它放大。哎呀，看到了，天哪，他怎么有一个收入叫做石油收入啊？不是叫你不能卖吗？你那个石油收入，嘿，怎么这么多啊？而且他的石油收入呢，还甚至创高，创高之外呢，他还赚好多钱哦。于是这一项，拜登看到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就要制裁你，你还给我这一项赚大钱，气炸！所以呢，才会有刚刚我们讲的，又加大了他的制裁力道了。好，那加大制裁力道之后呢，这个油价马上是不是要开始往上涨？你就看到持续往上涨，因为大家说这下你运油的船也没了嘛，那180艘被这个制裁的船，你知道它占了这个俄罗斯往外卖的原油，大约呢是卖了这个42%左右，所以这些呢往外运的一些运力没有了，哎呀，那就糟了，我有油没有办法卖。没有办法赚钱。好，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高盛就预估说，这油价可能持续往上冲，可能会看到9字头了哦。那这个本来他卖给中国、卖给印度他的好朋友啊，然后呢，中国、印度在这个炼油之后再转卖出去赚钱呐。那现在呢，这个俄罗斯都已经被封了之后呢，又被制裁了。那中国、印度当然知道说，哎呦，被盯上了。所以呢，现在中国、印度据说啊，开始转向中东、转向非洲、转向美洲去买油了，降低跟俄罗斯买油。所以俄罗斯现在没有经济收入，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止如此哦，我们带您看到，刚刚讲到的是往外运原油，现在呢，这个美国还继续加大施压。他说，你可以挺到现在，就是因为他觉得俄罗斯有狐群狗党，有很多人在后面挺你。意有所指，不就讲中国吗？所以你看他最近啊制裁了一家这个公司，这家公司呢叫做这个 Novatech 诺瓦泰克中国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做什么的？它是在北极圈，它在北极圈做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线。那这家公司呢是俄罗斯，它也有持股的公司。那它是跟中国啊这个交叉持股一起设立的公司，然后在那个地方做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线，在北极那个地方。好，那于是呢，美国就说，我不只要挡你油不能赚钱，我挡你天然气不能赚钱，所以这家公司呢，我就制裁你。好，那制裁你呢，他就说，我管你是不是后面有中国资金，我就制裁你，因为你是俄罗斯的。于是呢，这中国就有一种被警告的感觉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这家公司呢，现在就被制裁了，而且还不止如此哦。现在美国还在做一个动作，他还继续调查中国。你说不是在制裁俄罗斯，那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他制裁中国，他说我已经开始调查了。在造船这个产业当中，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呢用一些不公平的手段呐，把这个整个造船全世界的造船业啊，现在都给垄断下来了。然后他就说了，以前呐，这个造船业全世界美国是老大你这到哪里去的船都说美国造的最厉害但是曾几何时，现在呢全世界造船业50%市占率是中国耶。然后他就调出了这个他的 paper 来讲说，你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造船业的市占率才5%而已怎么现在2023年的数字已经变成50%，这是翻10倍所以美国呢，他就拿出他301条款，他这个条款呢，就是美国人自己设的啦。他说，任何国家如果要伤害到我们美国商业的利益的话，我制裁你，就制裁你，你就好棒，你老大好。于是他就要制裁中国，他说我要调查咯。我调查哦，你这个被我调查出来你就惨咯，制裁你。所以呢，很多人就解读同时发生的事情，你就要去想它中间的连结。虽然它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一个是中国的造船产业，另外一个是俄罗斯它在挖天然气，你觉得它八竿子打不着。但有人说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他就是我说我要调查你这个，让你怕到不敢去支持他那个。所以你就看到这中国现在有很多东西在被调查。那有人讲啦，这都会是美国政府握在手上的谈判筹码，到时候要谈的时候就拿这个跟你谈这个，那你就为了这个你就放弃这个，或者是你为了这个就放弃这个之类的。好，那无论如何我们讲回来，那现在呢，你看到了这个美国正在做的动作，拜登正在做的动作，加大对
俄罗斯的制裁力道，不只是在石油的部分、天然气的部分，对中国帮助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公司，我也制裁你。甚至还有一个，之前呢看到了在全球支付系统当中，这个美国不是制裁了很多俄罗斯的吗？就不准你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啊，支付让你出问题啊，就让你做不成生意，赚不了钱。那现在呢，美国连最后本来有仅存好几家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汇率的外汇的东西，全部封光了。所以现在变成什么意思？俄罗斯完全没有对外的合法的金流支付的管道。所以呢，这个普丁才会站出来说，我觉得比特币也挺不赖的，他觉得比特币没有人可以监管，挺好的。好，那我们就讲了，那到底现在的俄罗斯啊，这个俄乌大战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去呢？现在看起来，在川普上来之后，当然他会开始往一个落幕的方向去走，只是落幕的条件怎么谈？那但是呢，现在对俄罗斯来讲，面临到很大的难题在于，它的经济状况并不如表面，不如普丁讲的那么样的倍儿棒。普丁说很棒，我们很棒，我们的 GDP 呢已经来到了全世界第4啊，那大家就觉得很 confuse 啊，是这样吗？你不是一个在打仗的国家吗？但是 GDP 你要去看它的算法，比如说像现在俄罗斯在打仗，所以它很大的军工产业。为了要做大炮、做战车、做武器、做子弹、做枪，所以呢，他有大量的人又投入了军工产业，所以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然后呢，他为了要让他这个军工产业蒸蒸日上，他又加薪。所以呢，你看到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你光看数字，你不要说这是一个战争国家，你会觉得，嘿，你看他欣欣向荣啊，他的军工产业是不是听起来很棒？但其实呢，这背后是血汗叠出来的。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它的卢布呢不断的在贬值，特别呢是在又被制裁之后它贬值呢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卢布对美元贬了21%，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然后呢，你看它贬了贬了25%，然后呢，你又看到它这个俄罗斯的央行不断在升息，因为它的通膨状况非常严重，它的利率现在是21%耶，很惊人，但它的通膨一直压不下来。正常的一个经济学会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非常不健康，它快要崩溃了。所以呢，现在的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呢，其实没有普丁讲那么好。现在呢，处于一个临界点了。如果你不赶快喊停那个战争，不赶快给他一个止损的话，再这样演变下去，俄罗斯经济会出大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啊，这普丁应该是现在最希望川普赶快上任，赶快来解决这个俄乌战争的人。那当然呢，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后续发展呢？我们就会持续帮大家掌握咯。这是今天内容，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